你每天餐桌上的鸡肉看似营养美味，其实可能暗藏健康隐忧。很多人不知道，鸡身上有7个部位，千万不能吃。医生警告，这些地方简直是鸡体内的毒素仓库，堆积了大量重金属、激素和各种有害物质，吃错一口都可能危害你的健康。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鸡的7大危险部位，看看它们为何这么毒，又会带来哪些可怕后果。想象一下，热腾腾的白切鸡端上桌，你正大快朵颐，烤箱里的烤全鸡皮脆肉嫩，让人口水直流。然而，就在你享受美食的同时，有没有留意过鸡肉中那些不起眼的角落？也许你爱啃的鸡脖子正藏着病菌和重金属，你觉得滋味特别的鸡屁股其实是鸡的垃圾场，是不是听起来很吓人？别急，接下来我们将逐一揭晓鸡身上这7个不能吃也不该吃的部位，让你长知识的同时更懂得如何保障自己的饮食安全。1. 鸡头重金属毒素的储存仓库。俗话说10年鸡头胜砒霜，意思是养了10年的老鸡头有剧毒，毒性堪比剧毒砒霜。这话虽然有些夸张，却道出了鸡头胀毒的玄机。随着鸡的年龄增长，鸡头这个部位往往会累积大量重金属和毒素，仿佛一座慢慢堆满有害物质的储存仓库。为什么偏偏是鸡头容易储毒呢？这得从鸡的生活习性说起。鸡平日总是在地上不停啄食，不管是饲料、谷物，还是在泥土里刨食虫子，都难免摄入环境中的有害物质。土壤和水源里若含有铅、汞、镉等重金属元素，会随着食物链进入鸡体内，而鸡吃进肚子的各种杂质和毒素，有相当一部分会随血液循环跑遍全身，逐渐在头部富集。因为重金属往往具有亲神经性，容易积存在脑部和神经组织中，鸡头正是脑部所在，自然成了重金属的蓄水池。除此之外，许多养殖场会给鸡添加药物来防病促长，例如抗生素、驱虫药，甚至有些不肖业者违规添加生长激素。这些药物残留和化学物质经过代谢，有时也会在鸡的脑部和头部蓄积。尤其是饲养时间越长的老母鸡或老公鸡，它们一辈子吃了更多饲料，喝了更多水，接触的重金属和毒素也更多。日积月累之下，一颗小小的鸡头可能已隐藏着惊人的毒负荷。吃鸡头究竟有多危险？首先，重金属中毒的风险不容小觑。像铅这类重金属进入人体后，主要伤害神经系统，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儿童摄入过多铅还会影响智力发育，汞则会损害脑部和肾脏，长期低剂量摄入也可能带来慢性中毒症状。再想想鸡头里富集的其他毒素，例如环境中的农药残留，若鸡吃过受污染的饲料或昆虫，农药可能在体内转化为难解的毒素。这些隐藏在鸡头里的东西，人吃下肚，相当于把鸡积累一生的毒素直接转移到自己身上。更可怕的是，烹煮无法去除重金属，重金属不像细菌那样能被高温杀死，它们是元素，一旦存在于鸡头组织中，再高的烹调温度也无法让铅汞消失。也就是说，你炖得再烂的老母鸡汤，只要把整颗鸡头也煮进去，那些重金属仍然稳稳待在鸡头里，最终随着你嗦骨头的动作被吃进肚子。或许有人会问，鸡头上到底有啥好吃的？其实鸡头可食的部分并不多，一般人无非磕磕头骨，吮点脑髓，可偏偏有些老饕就爱这一口嫩滑的鸡脑，觉得滋味独特。殊不知，鸡脑正是重金属最爱光顾的地方，加上动物脑组织本身胆固醇极高，常吃对心血管健康也不友好。所以真的奉劝各位饕客，哪怕再喜欢吃鸡头，也要三思而后行。医生早就提醒过，鸡头这味不吃也罢，特别是年纪大的老鸡头，最好处理鸡肉时就整颗切下丢弃，以免贪图那一点点滋味却把毒吃下肚，实在不值得。2. 鸡脖淋巴毒素的集中营，不少人对鸡脖子情有独钟。无论是夜市烤架上油滋滋的烤鸡脖，还是麻辣烫里入味的卤鸡颈，鸡脖肉嫩又带筋，啃起来特别过瘾。然而，你可曾注意到那细长的鸡脖上布满的奇怪组织？那些其实是鸡体内的淋巴结。
鸡脖子可以说是淋巴组织的密集区，如果把鸡头比作毒素仓库，那鸡脖简直就是淋巴毒素的集中营。我们知道，淋巴系统是动物的免疫防线，淋巴结就好比一个个关卡，负责过滤和消灭病原体。当鸡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细菌、病毒等入侵时，淋巴结会将这些入侵者拦截并消灭。在这个过程中，淋巴组织难免残留大量被捕获的病菌、尸体和毒素。试想，一只鸡从小到大难免感染过一些小病或接触病原，它脖子上的淋巴结可能堆满了各种战利品，既有杀灭病菌后的毒素碎片，也有环境中的重金属残留。如果这些淋巴组织在烹饪前没有被彻底去除干净，你吃鸡脖时就等于把所有过滤出的脏东西一股脑吞下肚。更何况鸡脖子上脂肪也不少，别看鸡脖细细一根，表皮下往往藏着一层黄黄的脂肪。现代养殖条件下，鸡为了快速长大，饲料营养充足，加上运动量有限，脂肪容易囤积在体表。鸡脖子的脂肪不仅含胆固醇偏高，还可能积聚脂溶性毒素，例如某些农药或环境污染物倾向溶在脂肪中。所以当你大口啃咬香辣鸡脖时，也许不知不觉就吃下了高胆固醇和一堆毒素的混合物，长期如此，对心血管和肝脏都是不小的负担。那烤鸡脖香辣开胃，是不是高温烤过就安全了呢？很遗憾，高温烹调并不能去掉淋巴结里的有害残留。的确，细菌在充分加热后多半被杀死，但细菌尸体中释放的内毒素还在，某些耐热的毒物也依然存在。而且烧烤过程中，肉表面的高温可能让淋巴结组织缩得更紧实，藏在里面的脏东西反而不易分辨。你甚至可能没注意到那颗小小的灰白色淋巴结就已经连肉带结一起吃进去了。谈到这里，你或许开始冒冷汗，那我是不是再也不能愉快地啃鸡脖了？其实也不用过度恐慌，偶尔解解馋吃上几口问题不大，但千万不要长期大量食用鸡脖子这种部位，尤其是市售的腌制或烧烤鸡脖，更难保证淋巴是否清理干净。想想那些淋巴集中营里的肮脏物质，就够让人倒胃口了。为了健康着想，还是少吃为妙。如果实在难以抗拒鸡脖美味，建议在家自己处理生鸡脖时，仔细剔除表面可见的淋巴结与油脂，再烹调食用。总之，鸡脖好吃，却不要贪吃，偶尔为之可以，千万别把它当日常零食，否则长期下来，小心身体也跟着喊救命。3. 鸡屁股有害物的大本营。提到鸡屁股，很多人立刻皱起眉头。没错，就是鸡的尾部那一小撮胖嘟嘟的肉疙瘩。鸡屁股在民间还有个好听的外号叫七里香，据说烤熟后香气能飘出7里之外，但你可别被这美名给骗了。鸡屁股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毒素垃圾场，医生甚至直言，鸡屁股是最该丢掉的部位，因为它简直就是鸡体内有害物质的大本营。从解剖学上讲，鸡屁股的位置有一个特殊器官，学名叫做法氏囊，又称腔上囊。这个法氏囊是禽类所独有的免疫器官，类似我们刚谈到的淋巴组织，功能是产生免疫细胞储存抗体。简单理解，它是鸡用来对抗疾病的一个免疫基地。正因如此，法氏囊内聚集了全身淋巴系统中最多的免疫组织。可以说，鸡屁股这个地方布满了淋巴滤过后的废弃物，包括各种病菌、病毒的残骸，以及鸡体内代谢掉的致癌物质等。所以我们才形象地称它为垃圾回收站。鸡身上什么毒什么脏，最后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堆在了鸡屁股里。除了法氏囊，鸡尾部还有一对尾脂腺，是分泌油脂的腺体。鸡常常用喙去啄尾巴，就是在挤压尾脂腺，让油脂涂满羽毛来防水。但是这个尾脂腺分泌物带有特殊的腥臭味和刺激性化学物质，如果宰杀处理时没有把尾脂腺彻底摘除，那些刺激性的腺体分泌物就残留在鸡屁股的肉里。难怪很多有经验的长辈都叮嘱，料理鸡肉时一定要切掉鸡屁股，不然煮汤都会有股怪味。可见鸡屁股本来就不是什么干净美味的部分。问题来了，高温烹煮能杀死细菌，那鸡屁股煮熟了总能吃吧？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
的确，经过长时间熬煮，鸡屁股里的大部分活菌会被杀灭，但正如前面所说，大量病菌毒素残留仍然存在，尤其法式囊中积聚的一些高致癌风险物质，并不会因为煮熟就无害。例如某些病毒的残片、内毒素，还有致癌的代谢废物，都对高温有一定耐受性，或者压根就是化学毒素，煮再久都不会蒸发。换句话说，就算你把鸡屁股煮得烂烂的入口即化，它里面的毒也依旧如影随形，更别提微子线那些怪味分泌物。就算细菌死了，异味依旧在，那些化学成分也还在。难怪民间有人调侃，鸡屁股再香也是臭的，闻起来也许香，但本质上里头藏着臭东西和毒东西。有些地区的人们可能习惯把鸡屁股炖汤或剁碎入馅，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鸡屁股作为废弃边角料，有时也被拿来利用。然而从健康角度看，这真是极不可取的习惯。你以为熬汤能把营养熬出来，殊不知熬出来的还有毒素。你觉得剁碎了吃不出异味，可那些有害物质可是确确实实进了身体。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更应该对食物精挑细选。一个小小鸡屁股含的风险却不小，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点不起眼的量而搭上健康。因此专家们再三强调，无论如何鸡屁股千万别吃。正确的做法是在处理整鸡时，先把尾部那块三角形的脂肪肉连同腺体整块切除，干干净净丢掉。不要心疼那一点点肉，因为扔掉的是危险，保留下的才是安全和美味。下次当你看到香喷喷的七里香鸡屁股串时，可千万要管住嘴，想想里头堆满的病毒和致癌物，再诱人的香味也不值得冒这个险啊。4. 鸡肺灰尘病菌的过滤器。你或许从未吃过鸡肺，但这并不代表你烹调的鸡肉里没有它的存在。当我们在市场上买回一只整鸡时，常常会在鸡胸腔内发现几块深红色海绵质地的组织，那正是鸡肺脏。很多人清理内脏时容易忽略鸡肺，因为它紧紧贴附在鸡肋骨内侧，不像肝肠胃那样显眼，一不留神鸡肺可能就被留在鸡身上一起下锅了。然而鸡肺可是潜藏危险的过滤器，里面积存的脏东西足以让人大倒胃口。鸡是靠肺来呼吸的动物，它每一次张嘴呼吸，外界空气中的灰尘、细菌、病毒就有可能随气流进入肺泡。鸡的肺部构造特殊，气体交换效率高，但同时也更容易沉积杂质。试想在露天的鸡舍或农家院子里，尘土飞扬，鸡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日复一日的呼吸，空气里的粉尘和病原微生物源源不断的被过滤到它的肺里。久而久之，鸡肺就像一块集成海绵，把各种灰尘、病菌、霉菌、孢子都拦截下来，存留在肺组织中。鸡肺的脏东西能清出来吗？很难。首先，鸡不会像人那样咳痰把脏东西吐出来，它的肺没有膈肌运动产生的强力咳嗽，很多异物一旦进入肺部细支气管就会长期滞留。其次，鸡肺紧贴肋骨，结构致密且布满血管细孔，哪怕我们宰杀后用水冲洗，也难以将里面的沉积物洗净。因此鸡肺往往保留着鸡呼吸史上累积的灰尘档案，从空气中的沙尘到饲料堆里的真菌孢子，再到可能携带的病原体，全部封藏在那红色的肺叶里。如果你不小心把鸡肺吃下肚，潜在的风险是多方面的。首先，那些沉积的灰尘里可能含有重金属和有毒微粒，比如空气污染中的 PM2.5 微粒，上头会吸附重金属和致癌物。吃进这些微粒，相当于把大气污染物直接送进体内，长期可能造成呼吸道和消化道的不良刺激。其次，鸡肺里残留的病菌和霉菌即使被煮熟，大量死菌体和孢子仍有可能引发肠胃不适或过敏反应，特别是对敏感体质的人，误食这些微生物残留可能导致腹泻、恶心或免疫反应。还有，肺组织本身不算美味，质地粗糙又难以嚼烂，在消化道里可能成为负担。既然鸡肺弊大于利，我们在处理鸡肉时该怎么做呢？很简单，发现并彻底清除鸡肺。拿到一只宰好的整鸡，记得检查肋骨内侧两边，那里往往残留着紫红色的肺叶，
可以用手指深入胸腔两侧，用力将肺块刮下来。如果颜色较深，也可以用清水冲洗几遍，把残余的肺组织碎块带出。当然，如果嫌麻烦，购买时也可以请商家处理干净。不过保险起见，自己还是再检查一次为好。有时市场卖的白条鸡表面干净，里面却还藏着肺没掏尽。如果不注意就下锅，煮出来的汤会浮一些深色碎屑，甚至带点异味，那多半就是肺没弄干净的缘故。总之，鸡肺既然不好吃又不安全，就没必要让它出现在餐桌上。花点小功夫清理掉这个过滤器，你才能安心享用后面的美味。5. 鸡肝与鸡肾药物毒素的储藏库。说到鸡内脏，很多人立刻想到的就是香喷喷的鸡肝、爆炒鸡肝、卤汁鸡杂，那些入口绵密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鸡肾俗称鸡腰子，虽然吃的人相对少，但在一些炖汤或砂锅粥里偶尔也会见到它的身影。然而你可曾想过，这些让人垂涎的内脏恰恰是鸡体内的解毒排毒器官。鸡肝和鸡肾可以说是药物残留和毒素的储藏库，积聚了鸡生前接触的大部分毒物。贪嘴享用内脏的同时，我们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把毒素一并吞下。先来看鸡肝。肝脏是动物体内最大的解毒中心，几乎所有进入血液的化学物质都要经过肝脏处理。养过鸡的人都知道，为了预防疾病、催肥增重，鸡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频繁用药，添加抗生素防细菌感染，添加驱虫药清理寄生虫，甚至使用维生素、催长添加剂等等。这些药剂最终大多经由肝脏代谢，一部分药物被分解，一部分则残留下来并存储在肝脏组织中。因此，鸡肝很容易积累药物残留。除此之外，肝脏还会蓄积重金属，例如饲料或饮水中的镉、砷等。有研究发现，动物体内的镉含量往往以肝、肾最高，因为这些重金属难以排出，肝脏只好把它们锁定在细胞内，久而久之，浓度越攒越高。倘若养殖环境有污染，比如土壤或水源含重金属，鸡肝的重金属指数恐怕相当惊人。再看鸡肾，肾脏是身体的排泄器官，负责过滤血液，排出代谢废物和毒物。鸡在养殖过程中摄入的药物、激素以及自身代谢产生的毒性产物，很大一部分经由肾脏排出。但是和肝脏类似，有些物质没法完全排干净，也会在肾组织中积蓄起来。尤其鸡肾体积很小，又是两枚紧贴在脊椎附近的扁平器官，不易被发现和清理。如果宰杀时没有把鸡肾挖除干净，它就还嵌在鸡胴体里。我们平时吃整鸡或鸡腿肉时，很可能忽略了附着在内侧的肾脏。那么吃进去的其实不只是肾组织本身，还包括里头浓缩的种种毒素。鸡肝肾对人体的影响有多大？首先是药物残留问题，长期过量摄入抗生素残留可能扰乱人体肠道菌群，甚至造成耐药性风险。激素残留则可能影响人体内分泌平衡，对儿童青春期发育尤其不利。此外，鸡肝中累积的维生素 A 含量极高，适量吃对补血护眼有益，但若大量频繁食用，可能导致维生素 A 过量而中毒，引起头晕、恶心、肝功能异常等问题。再说重金属，假如鸡肝肾里富集了铅、镉、砷等，你爱吃鸡杂就等于把这些重金属当下酒菜一同摄入。镉会损害肾功能，导致骨质疏松，砷化物则是明确的致癌物质，长期积累在人体内后患无穷。当然，听到这里，你或许舍不得那些美味的鸡肝煎、粉干酱，其实并非完全不能吃，而是要特别讲究适量和处理方式。医生建议，鸡内脏偶尔品尝可以，但不可经常大量进食。选购时要认准来源可靠的鸡，尤其避免来源不明或养殖周期特别短的肉鸡，因为可能用了过多促生长药物。在烹调鸡肝鸡肾前，最好先用清水浸泡半小时以上，让残血和部分水溶性杂质渗出。烹调时加点料酒、生姜，也有助去除腥味和部分异物。特别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将胆囊摘除干净。如果看到鸡肝上有绿色的胆汁痕迹，要把那部分切掉，否则胆汁毒素对人体也是极大的伤害。综上所述，
鸡肝鸡肾虽美味，但毕竟是鸡体内的化工厂和污水处理厂，积累的有害物远比鸡肉多。一般人浅尝辄止，无伤大雅，但千万别天天当补品猛吃，特别是孕妇、小孩、老年人这些抵抗力或代谢能力较弱的人群，更应少吃甚至不吃内脏类食品，以免毒素在自己体内堆积。健康第一，美味第二，这个道理还是要记牢的。6. 鸡翅间淋巴腺体的聚集地。鸡翅膀可是许多人心头好，无论是可乐鸡翅、蜜汁烤翅还是香辣炸鸡翅，都让人欲罢不能。然而在大快朵颐鸡翅的同时，有个小细节你可能从未注意，鸡翅的最尖端，也就是平常我们吃鸡翅时常被丢掉的那节翅尖，其实隐藏着健康风险。没错，鸡翅尖部位是淋巴腺的聚集地之一。鸡翅膀由3段构成，最靠近身体的是翅根上翼，中间是翅中，前臂最末端的小尖尖就是翅尖，俗称3节翅的最末节。别看翅尖肉少，它里头却分布着一些小型淋巴腺体，尤其在翅尖与翅中连接的关节附近，往往藏着几个圆圆的小淋巴结节。这些淋巴结和鸡脖子的淋巴性质类似，只是数量较少，体积较小，但再小也是淋巴组织，也会残留有害物质。或许你平时把整根鸡翅都啃干净，连那脆脆的尖端也不放过，却没留意自己其实吃下了一个小小毒素聚集地。此外，有一种说法是，鸡翅尖可能是注射疫苗或药物的部位。养鸡场为给鸡防病，常会给小鸡打疫苗，疫苗一般会选择翅膀膜部位刺中，或者在翅膀下皮下注射。虽然未必正好在翅尖，但靠近翅膀的部位经过注射，药物残留和组织反应可能会集中在周边。一些不法商贩为了增重，甚至会给鸡子体内注射盐水或其他物质，其中翅膀和脖子都是下手的地方。如果这类情况发生，鸡翅尖附近的组织免不了残留异物，甚至形成硬结。尽管正规屠宰时应该清除，但市面上难保没有漏网之鱼，所以为安全起见，鸡翅尖最好还是别入口。从营养上考虑，鸡翅尖也没啥营养价值，它几乎全是皮下脂肪、结缔组织和骨骼，蛋白质含量很低，却含有不少脂肪和胶质。吃起来虽然香脆，实则对身体益处不大，反而可能因为皮多油多，增加脂肪摄入。有些人在制作鸡翅时，本来就会把翅尖切掉丢弃，一来避免烹调时翅尖容易烤糊影响口感，二来也是嫌它没肉价值低。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把鸡翅尖去掉都是明智的。所以当你下次在吮指回味美味鸡翅时，记住这个小提醒，留点理智，把翅尖剩下，没必要为了一点点酥脆口感而把潜藏的毒素也吞下肚。把翅尖切掉弃之不吃，不会影响你享受鸡翅的主要部分，反而让这道菜更安全安心。小小一个改变就能避开一个风险，何乐而不为呢？7. 鸡皮脂肪与残留物的藏身之所。金黄酥脆的烤鸡皮，滑嫩入味的白斩鸡皮，还有火锅里涮到软 Q 的鸡皮冻，鸡皮的美味毋庸置疑，那种特殊的口感几乎令人上瘾。然而鸡皮却是营养专家们一致建议少吃的东西，因为鸡皮下面藏着的不只是脂肪，还可能有难以想象的残留毒素。首当其冲的就是高脂肪、高热量。鸡皮几乎纯粹是由脂肪构成，尤其皮下那层厚厚的黄油油的脂肪，不仅热量惊人，还富含胆固醇。常吃烤鸡皮、油炸鸡皮，很容易导致血脂升高，增加肥胖和心血管疾病风险。这还不算完，更棘手的是，脂肪组织往往是脂溶性毒素的储存地，一些环境污染物，如多氯联苯、戴奥辛等，极易溶解在脂肪中。在饲养过程中，如果有接触，就可能残留在鸡的脂肪里，而鸡皮正是脂肪最集中的地方，这意味着鸡皮可能是各种环境毒素的藏身之所。再来看药物残留问题，养鸡场使用的抗生素、抗寄生虫药，甚至促生长激素，有些具有脂溶性，会沉积在皮下脂肪，即使停止用药，一时半会也清不干净，残留物会长期附着在脂肪里。
我们食用鸡皮时，相当于把这些残留一起吃进嘴。特别是一些不良养殖，可能超量使用激素催生，激素残留通常也存于脂肪中，长期过量摄入这些物质，潜在的健康风险包括内分泌失调、致癌风险上升等。女性过多摄入类雌激素的激素残留，可能月经紊乱，男性则可能面临激素失衡的问题。听起来是不是比长胖还可怕？还没完呢，鸡皮上往往还残留未清理干净的组织，比如宰杀时如果处理不细致，鸡皮下可能残留淋巴结、血管、毛囊等。不知你有没有过经验，有时吃白斩鸡，能看到皮下有一粒粒白色的小结节，或者皮面有小黑点、毛囊没拔干净，这些其实都是清理不完全留下的东西。那些白色结节多半就是细小的淋巴组织，如果把整块鸡皮吃下去，相当于连同这些该丢掉的杂质也一并吃了。而毛囊残留则影响口感，还可能藏着细菌，想想都令人倒胃口。既然鸡皮问题多多，难道就一口不能碰吗？也不尽然。营养师的建议是，能不吃就不吃，要吃也要限量。如果实在很爱鸡皮的口感，可以选择烹调前先去皮，将鸡皮与脂肪大部分剔除，既能减少脂肪摄入，也避免把残留毒素吃下肚。比如炖鸡汤时，先把鸡皮剥掉，汤面就不会漂起厚厚一层油脂，喝起来清爽健康得多。如果是烤鸡翅这类无法去皮的料理，那就尽量少吃几块，过瘾即可，千万别一发不可收拾地猛磕一大盘。如果吃了鸡皮，搭配多吃点蔬菜水果，有助于促进肠道把多余油脂和部分毒素带走，减轻身体负担。别忘了，鸡皮的美味背后藏着健康代价，短暂的酥脆快感可能换来长期的脂肪堆积和潜在毒素积累。尤其是有三高或心血管问题的人，更应该对鸡皮敬而远之。管住嘴，迈开腿，身体才会感谢你。偶尔解馋可以，但贪吃无度，终将自食苦果。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要问，是不是鸡肉就不能吃了？当然不是，我们强调的是避开鸡肉中最危险的部分，让你更安心地享受鸡肉的鲜美。总结一下，鸡头、鸡脖、鸡屁股、鸡肺、鸡肝、鸡肾、鸡翅尖和鸡皮这些部位，要么毒素残留较多，要么脂肪过高或有特殊腺体，最好能避则避。平时在家处理鸡肉时，不妨多花几分钟把它们清理干净，坚决剔除，丢掉这些累赘。剩下的鸡肉部分其实营养丰富又美味，适当食用对身体有益。为了保障食品安全，购买鸡肉时也有几条贴士提供给大家。选择信誉良好的来源，尽量到正规超市或有检验检疫标志的商家购买鸡肉。有品牌保障的产品更可能遵守养殖规范，药物残留、激素滥用的情况相对较少。挑选年轻健康的鸡，老鸡累积的毒素相对更多。如果可以辨别，尽量选择饲养周期适当、非过度催肥的肉鸡，例如土鸡。放养鸡虽价格高些，但运动量大，饲料天然，相对脂肪少，残留低。而反常肥大、价格奇低的鸡肉要提高警觉。加工过程勤清洗，处理生鸡时记得生熟分开，砧板刀具彻底清洁，尤其那些有害部位，在剔除时容易沾到手上，刀上要避免再污染其他肉。处理完毕，流水洗手20秒以上，厨房台面也要及时消毒。完全煮熟再吃，虽说重金属等煮不掉，但细菌病毒一定要杀死。烹调鸡肉时务必全熟不留生，以充分杀灭沙门氏菌、禽流感病毒等常见肌源性病原。鸡肉中心温度至少达到75摄氏度以上，才能放心入口。最后提醒大家，饮食健康在于长期的选择和积累，偶尔一次误食了某个鸡的部位，不用过度恐慌，身体自有解毒调节功能。但如果长年累月不加注意，把这些毒素仓库当作美食经常食用，那么不良影响就会日积月累，终有一天可能爆发出来。我们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要学会聪明的避开风险，舍弃那几块危险部位，其实并不影响鸡肉菜肴的美味。相反，这点小小的舍弃换来的是长久的健康保障，非常划算。现在你已经了解了鸡身上哪7个部位不能吃，
以及背后的科学道理。下次在面对香喷喷的鸡肉时，可别忘了今天的分享哦。爱美食也要爱自己，记得把这些知识告诉家人和朋友，大家一起吃得开心，吃得安心，健康的享用每一口美味，才是真正对味的人生。